林琪，起来，我爸妈到了，你赶紧把客厅收一下，厨房也弄一下。你爸妈？昨天临时定的，今天就住这儿，你别一大早跟我较真。昨晚他还说房子是共同资产，谁来都得提前商量。今天人都到楼下了，我倒成了最后一个知道的。快点，别让他们在门口等。哎呦，这怎么才起？我儿子一早就在忙，你这个当女朋友的怎么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去把水烧了，再把厨房收拾一下。我坐了一路车，先给我倒杯热的。他昨晚工作到挺晚，你先别跟他计较。周玉，昨天晚上你不是这么说的。我说什么了？你说成年人要讲规则，房子是我们一起买的，任何人来住都要提前商量。行了，别一大早翻旧账。我妈第一次来，你非要弄得大家都不舒服。对啊，我来我儿子家还要看脸色。那先别急着说别的，我们先把入住规则说清楚。什么入住规则啊？我住我儿子家还要签东西。不是您儿子家，我和周宇共同房产。合买房协议第12条，直系亲属连续居住超过7天，需要双方书面同意。第15条，公共区域不得被单方亲属长期占用。第19条，违反约定的一方承担补偿。周宇，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我第一次上门，先跟我讲合同。林夕，你别这么较真儿。我爸妈坐车累了，先让他们住2天怎么了？2天可以，7天不行。如果打算长期住，就签补充协议。或者你买下我一半产权，我搬走。小林，家里哪有这么算的？长辈来住几天，谈什么产权不产权的？叔叔，住几天可以，长期住不行。你这意思是要赶我走？你这意思是要赶我走？我没赶，是你没提前商量。林夕，我爸妈第一次来，你就不能让一步？我让过很多步了。从买房开始，你说规则我就配合，你说合同我就签，你说公平我就认。现在轮到你家人进门，你跟我说让一步。他最会的就是这样，把我先拖进规则里，再在他家人面前把规则踢开，然后还要我体面懂事，别闹。那你想怎么样？7天，7天后，要么签补充协议，要么搬出去，要么我按市场价收回我的份额。你选。我活这么大还没见过儿子家进门先谈钱的，我看你是早就防着我们周家。阿姨，防人的是合同，不是我。合同是周宇自己请人拟的。您儿子最讲规矩，您不是也喜欢吗？行，你不是最讲规则吗？那就按规则来。你又在弄什么？第7天了。什么第7天？3种选择：第一，明天搬；第二，签补充协议，按市场价承担房间使用、公共区域占用和水电增额；第三，周夜买断我这部分产权，我搬走。你这是把我们当租客？租客至少会先签约。林夕，你非要这么算？是你说按规则来的，规则一旦开始，就别挑人用。小林，长辈来了，住几天也不是大事，你这样让人看着不像一家人。叔叔，我们现在也不像一家人。一家人不会在别人家里住超期，还默认别人替自己收拾。你有必要这么说话吗？有，因为你只想用先住着当借口，从我这里糊弄过去。他其实心里很清楚，他总是习惯了把以后再说挂在嘴边，只要我不追问，他就当没发生过。可这次不一样，我不会再咽下这口账。谁打来的？工作电话。那就先把补充协议签了。你一定要这样。哥，嫂子，我来了，先住几天，方便吧？我不是你嫂子，我不是你嫂子。早晚的事儿嘛，别这么见外。外面淋湿了吧？快进来，你哥这房子大，住得下。你弟今天来，你也不提前说。他临时决定的，来城里找机会，先住几天。又是几天？你能不能别老揪字眼儿？哥，那间房空着吧，我先放东西。晚上我还要开个面试直播，补光灯先架那儿。那是我的书房，借用一下嘛，我又不是来占地方。不行。嫂子，至于吗？我说了，我不是你嫂子，而且这里不是给你练手的地方。林夕，
今天太晚了，先让他住一晚，明天再说。先住一晚，先让一步，先别计较。每次都是这几句，最后被占掉的永远是我的边界。我又不偷你东西。那就别记。昨晚我锁窗前，电脑是关着的，资料匣在左边，鼠标线没有绕到杯子后面。这不是我多疑，是有人进来过。周明，昨晚谁进我书房了？你一大早审谁呢？我问，谁动了我的电脑？周明就算碰一下怎么了？都是一家人，你至于这么上纲上线？所以是他碰了。我就看了一眼，你电脑放那儿，我传个资料，顺手用了下。密码谁给你的？我给的。他刚来，手机不方便，用一下电脑怎么了？用一下电脑，能用到我的客户方案，还能进工作室后台。周明，你进后台干什么？周明，你进后台干什么？我就是想学商务运营，你们不都说我没正事儿吗？我现在想干点事儿也不行。学商务，从别人的客户资料开始学。他年轻，想上进，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想上进可以，拿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钱、自己的资料去试，别拿我的工作练手。林夕，这事儿先别扩大，客户那边又不知道。你第一反应不是问他做了什么，是让我息事宁人。你拍什么？刘正，我又没偷你钱。你碰的是我的饭碗，比钱严重。你联系客户了？我就是聊两句，现在做商务不都要主动点吗？谁授权你代表工作室报价？你真给客户报价了？哥，我是帮你们，他们嫌贵，我就说价格还能谈，不降价客户不就跑了吗？你知道项目成本吗？知道拍摄、策划、投放、复盘每一项多少钱吗？你低30%，是准备自己贴，还是准备让我熬夜白干？小林，你别一句一句逼他。周明也是好心，好心造成损失，也要负责。客户下午要签，你先把场面稳住，别让项目黄了。他越权联系客户，你让我稳住。事情已经这样了，你现在追责有什么用？先解决问题。听见了吗？他不是不懂，他只是习惯把解决问题4个字丢给我。可问题是谁制造的，他从来不问。这是什么？责任确认书。下午客户会，我可以去，但前置失误由周明负责。你作为股东，给了密码，放任亲属接触客户资料，承担监督失责。如果因为低价承诺造成损失，按合伙协议追偿。林夕，你让我签这个？林夕，你让我签这个？当着我爸妈的面？你给密码的时候也没逼着我。你不就是看不起我吗？不是，是你做出来的事儿，让人没法看得起。如果我不签呢？那下午的客户你自己去见，方案、报价、交付风险，你自己解释吧。周宇，成年人应该讲规则，这句话是你教我的。还没结婚就这么算计，以后日子怎么过？过不下去，就别过。林总，你们昨晚给的新报价比原方案低30%，我们内部已经按这个价格重算预算了。现在你们说不算，这中间有点误会。不是误会，是我们内部授权管理出了问题。我先向您道歉。那谁能代表你们公司？如果您坚持低价，我们可以缩小交付范围，但每一项筛检都要写进合同，
我们不靠虚低价格签单，也不靠后期扯池赚钱。林总，你说话比昨晚那位靠谱。后续我只和你对接，其他人再联系我一律不认。可以，今天会后我发正式邮件确认窗口。林总，如果你以后单独带团队，我们愿意继续合作。你刚才什么意思？救场。客户都说以后只认你了，你很满意？客户认的是专业，不是谁姓周。他慌了，不是因为他知道错了，是因为他终于发现，我不是离不开他，是他离不开我收拾残局。装什么？你再碰一次客户，我让你知道什么叫正式追责。小林啊，美兰跟我说了，年轻人有规矩是好事儿，但家里不能全按合同来。长辈住几天，没必要闹这么难看。姐，你说我冤不冤？我来儿子家住，还要被他算房钱。既然人齐了，那正好说清楚。林夕，别闹。不是你们叫人来评理的吗？这怎么还做了 PPT？ 口头说不清，证据比较清楚。你这是把我们当犯人！阿姨，哪一页不是事实？您可以指出来。周宇，客户资料那事儿是真的？我就是想帮忙，他非要把我说的跟骗子一样。你对外自称运营负责人，低价承诺客户，这不是帮忙，是越权。房子3条路，搬离、租赁、收购；公司2条，周明退出所有权限，周宇承担监督失责，或者启动合伙风险评估。小林，你这太硬了，过日子不能一点情面都没有。我讲情面的时候，他们进了我的书房；我讲规则的时候，你们说我没人情味，那我只能讲证据。他们以为人多我就会退，可我不是来吵架的，我是来告诉他们，这个家不是谁嗓门大谁说了算。林夕，你今天让我很难堪。你妈让我倒水的时候，我也很难看，只是那时候你没看见。我活这么大，没被人这么当众打过脸。小林，今天这事儿你做得过了。我只是把事实放出来，难看的不是证据，是事情本身。你跟我出来。能不能别再这样了？都是一家人，你非要把气氛弄成这样吗？周宇，你爸妈来住之前跟我商量过吗？你弟来之前问过我吗？你给他我电脑密码之前问过我吗？我承认有些事我没处理好。不是没处理好，是你从来没觉得需要处理。你现在这样，谁受得了？林夕，你太难搞了，你这样没人会爱你。原来他也会说这么伤人的话。之前都是在我面前做做样子。我不是没人爱，我只是不想再被你这种爱消耗。你嘴里的家人是让我让，你嘴里的感情是让我忍，你嘴里的我们是让我替你们所有人兜底。你一定要把话说这么绝？不是我说绝，是你做绝。谁的消息？你想把我清出去？我以前以为最坏不过是他偏心，现在才知道他不是偏心，他是在计划，计划让我退场，计划把我从房子里、公司里一点点挤出去。林姐，我们谈谈。就在这儿说。中介的事儿，你别误会，我只是问问行情。现在家里这么乱，我总得想办法稳住局面。稳住谁？稳住你爸妈继续住，稳住你弟继续用我的资源，还是稳住你自己不用承担代价？我没想动你的东西。中介说你问的是女方份额能不能低价收，这叫没想动。你现在谁的话都信，就是不信我。我信证据。又怎么了？
没怎么，只是从现在开始，所有房产、工作、账户相关的事项我都会留证。你这什么意思？把我们当贼房？你如果没碰过我的客户资料，这话你可以说得更大声一点。李希，你真要做到这一步？不是我要做到这一步，是你已经做到这一步了。那我们怎么收场？收场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止损是我的。林夕不是在等我道歉，她是在准备离开我的控制范围。这床睡着舒服，你们年轻人买的那个太软，我腰受不了。谁让你换床的？我爸妈睡不惯软床，临时换一下。反正客房空着。客服空着，不代表你能单方面处置。一张床而已，你又来了。权限已更新。林夕，你什么意思？从今晚开始，公共区和私人区分开。你爸妈可以在客厅、客卧活动，书房、储物间、主卧未经我同意，谁都不能进。我东西还在书房呢。那就是违规占用。10分钟内拿走。林夕，别把事儿做太绝。你知道什么叫占地吗？不是一下子全搬空，是一张床、一双鞋、一个箱子，一点点把别人的生活挤出去。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在抢，因为每次只拿一点，拿到最后，我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有人翻过，还翻得很急。他们找的不是被子，是能让我闭嘴的东西。你翻什么呢？我昨天就想找条旧被子，可能把箱子弄乱了。找旧被子需要翻房产资料。我哪知道你箱子里放什么？你这人真是，家里放点东西还怕人看。林夕，你又发什么消息？让你确认。我妈不会乱翻东西。那你觉得我冤枉她？小林，差不多行了。老人住在这儿，难免动点东西。那以后您动我的东西之前，不问，就不是难免。储物室、书房、客户资料，他们不是乱翻，是有目标的。周明已经开始往公司里伸手了。这个项目我哥这边熟，林总，价格还能谈，林总那边我能搞定。他知道用工作室名义更好谈，也知道我的名字能让客户放心，所以他才敢接。你弟又联系客户了。什么？周明，又怎么了？客户名单哪里来的？我就看见过一次，记住几个名字不行吗？你还登录了工作邮箱？没登进去啊。所以你确实试了。客户信任、报价体系、案例版权，哪一样是你能借的？他也是想争口气。靠偷别人的东西争气，争来的不是气，
是债。晚上有个客户饭局，你一起去，先把场面稳住。这次之后，我保证不让他碰了。可以，但饭局上谁的问题谁认。这次不是救场，我不会替他当空子。周总，前2天你们这边有个新运营联系我，说年度包可以低价走。我今天来就是想确认，到底哪个报价算数。这个是内部沟通没平步好，我弟刚接触业务，不太懂，回头我教他。不是不懂的问题。林希，工作室客户归公司，不归个人亲属。周明没有授权，没有合同，没有岗位，却私自接触客户，承诺低价。这次沟通，我方承担说明责任，但不承认未授权报价。林总，所以他不是你们员工？不是，更不是运营负责人。你非要当着外人这么说吗？你当着外人冒充公司负责人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今天。林七，饭局不是会议室。客户损失发生在哪里，说明就在哪里做。你要面子，客户要确定性，我选客户。后续我们只和你本人对接，合同重新走流程。至于这位周先生，不要再联系我方任何人。你非要当着客户这么不给我留脸？我弟是不对，可你不能回家说吗？他是在客户面前错的。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得意？周宇，我一点都不得意，我只是终于明白，你不是不知道谁错，你只觉得我应该替你家人把错遮住。你这样会把我们逼散。散的不是我逼的，是你们一步步拆的。周宇，你妈被他气得头晕，你赶紧回来看看。果然，规则讲不过就开始演病。这一次，我不接戏。哎呦，我这头啊，疼得厉害。怎么了？是不是昨晚被气着了？不中了，我没事儿，我就是老了，不中用了。林记，你出来看看。头疼。你别管我，我哪敢让你管？林夕，你别这样，我妈都难受成这样了。我给您挂社区医院。不用不用，我躺会儿就好。头疼不能拖。量血压、做检查，医生说没事才算没事。我都说不用啦。那我录一下，您本人拒绝就医。你什么意思？我装病啊？我没这么说。但如果您要长期住在这里，身体状况、医疗责任、陪护义务都要写清楚。这又是什么？亲属入住健康风险提示。我头疼一下，你就给我立规矩。您说自己身体不舒服，那就按不舒服处理。林姐，你能不能有点人情味儿？人情味儿不能替代责任。如果他真病了，谁送医，谁付费，谁陪护，谁请假，这些都要先说清楚。你就是想逼我们走。我只是拒绝被临时通知，被默认照顾，被事后指责。那是我妈，所以你负责。周宇，你看看他，我头疼，他先问谁负责？因为之前每次出事，最后都是我负责。你非要这样？是你们先这样。你是不是就想让我爸妈住不下去？我只是想让你们别把我的家变成你们的临时落脚点。林夕，你发的什么东西？居住记录。什么叫刻薄独占9天？什么叫阳台占用？什么叫门禁异常？字面意思。
连我用课为洗漱用品也记。公共用品按使用人记录。你这是羞辱我们！不是羞辱，是确认事实。林记，你把这些发群里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当面说过，你们说我计较，那也没必要一项一项列。不列，你们就会说没发生。我住我儿子家，还要按天算钱。这房子不是他一个人的，你还没嫁进去，就这么防着我们周家？我防的是越界，跟姓什么没关系。那我呢？你还嫌我非授权接触客户？你做过。我都说了，我是想帮忙。帮忙不需要偷权限。你别一口一个偷。那你解释客户名单怎么来的？3日内调整居住安排，否则启动补充协议违约条款。你这是最后通牒？是正式通知。你把我们当什么？当共同资产的使用人，以及公司风险责任人。周玉，你就看着他这么欺负我们。你非要这样，我们怎么收场？收场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对，房产份额不是这么好。先问问行情，别惊动他。还有周转，公司流水做证明。我只是先了解。行，你先帮我问，越快越好。谁？林总，这些要归档吗？扫描一份，加密，纸质件放公司保险柜。出什么事儿了吗？还没，但快了。林记，我们谈谈。好。最近大家都很累，房子、公司都可以再商量。你联系中介是想卖我的份额，还是想逼我自己走？谁跟你说的？所以是真的。我只是问问。问我的产权，为什么不问我？房产、公司、客户、账户要分开处理。你现在最危险的不是吵架，是他绕过你操作。他已经在问中介，那就先固定证据，别等他真的动手。公司这边呢？权限收紧，公章、财务、客户资料全部双签，他弟不能再碰任何业务。他会说我逼他，那你问他一句：如果没鬼，为什么怕流程？你去见谁了？许之遥。律师？对。林夕，我们之间非要找律师？你找中介的时候没想过我们之间？我说了，我只是想稳住局面。稳住谁？稳住你爸妈继续住，稳住你弟继续用我的客户，还是稳住你自己不用承担代价？你现在说话一定要这么难听？事实本来就难听。你是不是早就想散？我早就想讲清楚，是你一直装听不见。大晚上吵什么？我们住在这里碍你眼了是不是？您住进来之前，老家房子是不是联系中介了？你查我爸妈？我是在查，你们到底准备瞒我多久？房产、公司、客户账户要分开处理。你现在最危险的不是吵架，是他绕过你操作。他已经在问中介，那就先固定证据，别等他真的动手。公司这边呢？权限收紧，公章、财务、客户资料全部双签，他弟不能再碰任何业务。他会说我逼他，那你问他一句：如果没鬼，为什么怕流程？你去见谁了？许之遥。律师？对。林夕，我们之间非要找律师？你找中介的时候，
没想过我们之间。我说了，我只是想稳住局面。稳住谁？稳住你爸妈继续住，稳住你弟继续用我的客户，还是稳住你自己不用承担代价？你现在说话一定要这么难听？事实本来就难听，你是不是早就想散？我早就想讲清楚，是你一直装听不见。大晚上吵什么？我们住在这里碍你眼了是不是？您住进来之前，老家房子是不是已经联系中介了？你查我爸妈？我是在查，你们到底准备瞒我多久？他是谁？我的律师朋友。我们家的事你叫外人来？如果只是家事，我不会坐在这里。但现在涉及共同房产、合伙企业、客户资料和可能的财务风险。徐律师，你别把话说这么严重。那我简单说：第一，周与父母连续居住超过协议约薪期限；第二，周明非授权进入书房接触工作室客户资料；第三，周玉私下咨询房产份额转让；第四，公司权限目前存在外泄风险。你吓唬谁呢？我不是吓唬，我是提醒，如果继续占用和越权，后果不是争吵，是法律责任。我们住儿子家，怎么就法律责任了？因为这不是您儿子一个人的房子。我又没偷东西。客户资料不是东西，公司账号不是权限，对外炮价不是商业行为。你满意了？我不满意，我只是终于不用一个人说了。3天内给出书面方案，搬离、租赁、收购，任选其一。公司权限今天开始收紧。周玉，你就让他这么逼我们？哥，钥匙怎么打不开？你又进书房干什么？我有东西在里面。不用试了，锁换了。你凭什么换锁？凭这是我的办公区。我就借用一下，你至于吗？林记，你别太过分！周明是周叶亲弟弟，不是我弟弟，你没有资格再进这间房。林记，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共同的家不代表你可以把我的工作去交给你。你现在连我都放。行，不进就不进，你别后悔。这句话我录下来了。你天天录音，你有病吧？没有证据的时候，你们说我冤枉人；有证据的时候，你们说我有病。那我还是选有证据。你在干什么？搬东西。搬去哪儿？工作室。书房不是已经锁了吗？你还搬什么？锁挡得住门，挡不住你们的手。这是干什么？还没结婚就开始分家？不是分家，是止损。你说谁是损？谁越界，谁就是。不就是几个破硬盘吗？搞得跟宝贝一样。这里面随便一个项目，都比你现在所有机会值钱。林记，你说话别这么冲。你弟碰我客户的时候，你没觉得冲；我搬走自己的东西，你觉得冲。你是不是要搬出去？我先把不能丢的东西拿走。那我呢？你一直都在你自己那边。什么贷款？工作上的事儿。工作室收入证明为什么发到你手机上？林总，公章柜上周五有一次开柜记录，登记人周总，备注客户合同补章。那天有客户合同要补章吗？没有，而且备用收入证明模板少了一份。那天有客户合同要补章吗？没有，而且备用收入证明模板少了一份。你查这些干什么？我在查公司有没有被拿去做私人贷款。你现在连我都怀疑。我不是怀疑，我是查证。公章我也有权用。按制度，重大用途双人登记，你只登记了自己。那就是流程漏了。收入证明模板也漏了。林总，银行回访。给我。接。您好，请问是鲫鱼品牌工作室吗？我们想确认周玉先生提交的收入证明和公司流水材料是否属实。您的意思是公司暂不确认该材料？对，
请贵行暂停审核流程，我们需要内部核查。好的，林记，我会标记异常并暂停流程。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在阻止你拿公司败诉做私人贷款。我只是周转一下。周转为什么不告诉我？家里现在这么乱，我总得想办法吧。你想办法，为什么拿公司做抵押？公司也有我的一半。所以你的一半可以替我的一半做决定。我没想害你，但你已经在用我的信用。这笔钱是为了稳住家里。稳住谁？稳住你爸妈不用走，稳住周明继续试错，还是稳住你可以继续瞒着我？你一定要这么看我？不是我怎么看你，是你做给我看。启动合伙重大风险预案，银行回访已录音。你要告我？我先保全自己。林姐，我们还没到那一步。你提交贷款材料的时候，已经到了。凭什么推我报销？你有项目合同吗？我在谈。有立项审批吗？还没来得及走流程。有客户确认函吗？没有合同，没有审批，没有确认，这不是报销。酒店、餐饮、打车、设备租赁，一共2万3。是你拿公司给自己试错。你别拿流程压我，我是在帮公司找机会。机会不是靠偷权限、套客户、报假账找来的。林记，你这样会让公司停盘。公司停盘是为了防止你们继续掏空。你说谁掏空？你拿公章申请贷款，他拿公司名义乱借客户，你妈拿房子当自家养老房，你还要我继续开着账户给你们兜底。别在员工面前说这些。你做的时候没有避开公司系统。林总，有个老客户电话说有人以工作室名义承诺低价包年合作。谁承诺的？林总那边我能搞定，你们先按低价走，合同后面补。周明，你疯了！我这是为了签单。你这是为了把公司拖进赔偿。林总，你们这边到底谁说了算？这事我们内部已经在处理。我现在问的是贵司承不承认这个报价？不承认。你凭什么不承认？我都谈到这一步了。凭你不是公司员工，凭你没有授权，凭这份报价没有经过双签。那我们这边前期沟通成本怎么算？我们承担沟通成本，不承担非法授权的低价合同。这是什么？客户损失预估、越权责任确认、股东监督失责说明。客户那句话你听见了吧？听见了。你怎么想？现在不重要。怎么不重要？他们说愿意跟你走。客户跟的是专业，不是谁的私人物品。我爸妈可以先回老家，周明我也不让他去工作室了。贷款我撤，你别把客户带走。你听见自己在说什么吗？我在解决问题。你不是在道歉，你是在保客户。公司是我们一起做的，所以你拿公章贷款的时候，为什么没想起我们？如果今天客户没说那句话，你会撤贷款吗？明白了。你别总把我想的那么坏。我没有想，我在看。回来了。妈，你怎么还没睡？既然闹成这样，那就干脆点儿。你把这个签了。谁准备的？你不是最爱算吗？那就算清楚。我妈只是觉得这样简单。简单给谁？你们还没结婚，闹成这样也不好看。你把份额转给周玉，钱我们慢慢补给你。慢慢补，一家人还怕赖你？第一，
我不是你们家人。第二，这份文件没有付款时间。第三，没有担保方式。第四，价格低于我的实际出资。你连这个都算？这是房产转让，不是买菜抹零。小林，做人别太绝。叔叔，绝的是低价拿走别人产权，还想分期不给保障。你说话别这么难听。那你想怎么样？可以谈。你同意？按市场评估价，首付、血工、装修、增值收益全部核算，一次性付款，少1分不谈。你这是抢钱！这是我的钱，你非要这样分？你们文件都摆上桌了，还问我要不要分？你真以为离了周血，你还能拿得住公司，拿得住客户？这个不劳您替我担心。倒是叔叔，您老家的房子挂牌了吗？什么挂牌？你少胡说！挂牌时间是你们来这里的前一天。我本来打算过几天告诉你。又是过几天。我怕你多想。你怕我多想，还是怕我不同意？你们卖了老房子，准备住哪儿？我们年纪大了，跟儿子住怎么了？跟儿子住没问题，住进我1半产权的房子有问题。这房子大，我们住进来也不是不给你地方。问题不是有没有地方，问题是你们从头到尾没问过我。问你，你会同意吗？所以你们选择先住进来。第1天，你们说临时来；第7天，你们说住几天；第9天，你们换床。现在老房子挂牌，哪一步像临时？我爸妈年纪大了，我不能不管。你孝顺可以，但你不能拿我的产权完成你的孝顺。你就是要赶我们走？不是赶，是正式通知。3日内确定方案，搬离、租赁、收购，任选其一。第1份，周宇按市价收购我的房产份额，想都别想。第2份，您和叔叔按市场价租住我的份额使用权。这么贵，你把我们当外人？你们进门第1天就没把我当家里人，现在要求我把你们当家里人，太晚了。第3份，恢复7日房客状态，限期搬离。我不选。不选，视为拒绝协商。云溪，你能不能别这么冷？松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以为你会站在我这边。松开。不就是钱吗？等我项目做起来，什么都还你。你说的项目，是拿我客户名单谈的那个。你少血口喷人。我没有喷，我有聊天记录、报价单、对外名片。他年轻，想闯一闯怎么了？想闯可以，别开我的门，拿我的东西，挂我的牌子。你又做什么了？联合运营负责人，谁给你的头衔？我不这么写，客户怎么信我？所以你知道自己没资格。这些东西你从哪儿来的？客户发给我的，还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发在朋友圈里的。我那是宣传。你把工作室案例写成你个人项目，把客户名单拿去谈私单，把我做的方案当成你的样板，这叫盗用。你就是看不起我。是你自己把自己做的让人看不起。你再说一遍。够了。哥，
你也帮他？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打着公司旗号出去收钱，我不也是想证明自己吗？我自媒体做黄了，你们都觉得我没用。我现在想转商务运营，你们又不让我碰资源。资源不是你想碰就碰，客户信任不是你翻身的垫脚石。他是你未来小叔子，你非要毁他。他自己签的假头衔，自己收的钱，自己承诺的低价，我毁不了他，我只是把他做的事放出来。今天起，通知所有客户，周明无任何授权，撤销他所有对外承诺，停止使用工作室案例。林总，客户方寄来的。26万，他们吓唬人的吧？你承诺过交付周期，收过定金，还让对方按低价排了档期。对方现在要求赔偿，不是吓唬。我又没花多少。设备租赁6000，拍摄场地8000，朋友劳务9000，请客吃饭3700，剩下的钱呢？周转了。周转到哪里？周明，你到底还瞒了多少？你骂他干什么？他还不是被逼的。被谁逼着冒充负责人？被谁逼着收定金？被谁逼着花客户的钱？小林，事情出了先解决，别一句一句逼孩子。他不是孩子，他是直接行为人。你是放任人。公司先垫，后面我让他还。公司可以先处理客户，但责任分清楚。周明承担直接责任，你作为股东给密码，放任接触客户，默许他报销，承担监督失责。你要我赔？按责任比例追偿。林总，账户副卡时还有一笔活动预付款，没有对应执行材料。这个以后再说。不用以后，一起进审计。你是不是早就等这一天了？哪一天？把我家人赶走，把周明踩死，把公司客户攥到你手里，再把我踢出去。我哪一步是凭空捏造？哪一项证据是假的？你当然准备得很全，你从一开始就在算。从一开始签协议的人是你。我签协议是为了公平，不是让你拿来对付我。规则只要对你有利叫公平，对你不利就叫对付你。你真的一点感情都不念？我念过，念到你爸妈住进来第10天，念到周明碰客户我还去救场，念到你拿公章贷款，我先冻结审核，没有直接报警。感情不能替谎言免当。客户今天说愿意跟你走，你是不是很高兴？我不高兴。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公司，你到现在还觉得客户是能被谁带走的东西？你别逼我。你已经说第2遍了。那你就别怪我做的难看。这句话我也录下来了。下一步你准备做什么？我等着看。林总，账号下面全是骂你的，还有人发了视频。要么签租赁，要么搬走。现在有人说你算计房产，还有人说你逼待业青年走投无路。周明的小号，一点都不意外。客厅争执时，周明一直把手机扣在桌边。他那天在录。事情闹大，对谁都不好。你现在停手还来得及。
别急着发情绪回应。我知道，原始视频、监控、合同、录音，按时间线整理，隐去客户敏感信息，银行号码和金额细节。不要骂，不要解释太多，让证据说话。我已经在做。我只是想靠自己做点事儿，可有人看不起我，非要把我往死里逼。林总，客户也在问。通知所有项目负责人，客户问题统一回复。今晚8点，官方发布完整说明。发声明吗？发时间线。他发半截，我发完整。我来我儿子家还要签协议。有人开始问周明为什么剪视频，客户在评论区说支持我们核查。周先生申请的个人经营周转贷款材料中包含贵工作册收入流水和盖章证明。我不反对任何人孝顺父母，我反对的是用共同资产完成单方孝顺。我不反对年轻人创业，我反对的是盗用客户、冒用公司名义，让他人为试错买单。我不接受断章取义，也不接受用亲情包装侵占。我没有盗用，我只是想帮公司，他早就想独吞公司。别追骂，保存他的2次发布。你把我家都毁了！不是我毁的。你把所有事都发出去，你还说不是你？是你们以为别人不会留证。视频删掉。你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不是威胁你，我是想解决问题。你的解决是让我删证据。先删视频，明天股东会别开，贷款我撤。周明的事儿，我让他道歉。我爸妈也可以先回老家。但你不能把客户带走，不能让公司停牌，不能再追我责任。所以你说了半天，条件还是我让步。林姐，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你非要一点余地都不留？我留过，你爸妈进门我留了7天，周明碰客户，我留了救场。你拿公章贷款，我留了暂停审核。你们剪视频，我留了打码。每一次余地，最后都变成你们下一次越界的底气。那你想怎么样？明天上午10点，公司股东会、财务、审计、项目交接负责人旁听，只谈2件事：公司怎么止损，我们怎么清算。你真要走到这一步？不是我要走，是我终于不替你停下来了。你什么意思？股东会，股东会需要员工在场。涉及项目交接和客户稳定，他们只说明项目情况，不参与股东表决。涉及公司风险，第三方在场更清楚。这是我们内部矛盾。不是。第一，未经双签使用公章提交个人经营周转贷款材料；第二，放任非公司人员接触客户资料；第三，周明以工作室名义承诺低价合作；第四，你私下咨询房产份额收购，隐瞒共同产权人；第五，一笔活动预付款缺少合同和执行材料进入审计。林记，你非要把我盯死？我只是把你做过的事按顺序放出来。目前看，部分支出确实不符合公司用途，需要责任人说明。这些资料谁给你的？系统里都有。你现在也站他那边？别把每个人的职业判断都说成站队。
今天不是吵输赢，是确定公司接下来怎么止损。2个方案，你回购我的股份，或者我回购你的股份。你早就想拿走公司？公司不是谁拿走的，是看谁能让它活下去。你别乱说。我没有乱说。这笔账之前我问过你，你让我别管。哪笔？3个月前，公司账户转出15万，备注是活动预付款，但活动没有执行。收款方是周总朋友名下的策划公司。那是预留资源。合同呢？执行材料呢？退款凭证呢？3个月前，3个月前，我为了新项目连续熬了11天。你跟我说公司周转紧，大家都扛一扛，我连外包款都往后压了2周。原来不是公司难，是钱先被你挪走了。我没想吞。那你为什么瞒？没必要，我只是觉得没必要跟你说那么细。公司账不是你的私账。你现在就干净吗？客户都愿意跟你走，你敢说你没动过心？我动过，不是想抢客户，是想拿回我做出来的东西。方案是我写的，客户是我稳的，危机是我处理的。你把共同经营变成你家的提款机，我不分，就会被你们一起拖下去。所以你真要把我踢出去？不是踢，是清算。卖房？谁同意卖房了？如果周宇不回购我的笔额，就共同出售。这是我儿子的房子，也是我的房子。小林，做人留一线。我留过。你们住进来的第1天，我只要求签协议。周明碰客户，我也先救了项目。周宇拿公章贷款，我只是冻结审核。你们把每一次退让都当成我还能继续退。那我们住哪儿？老房子已经挂牌了。那是你们自己的决定。公司那边呢？审计初步意见已经出来，周明造成的客户赔偿，他承担直接责任，你承担监督失责和违规用章责任。15万预付款为核清钱，从你的股权价值里暂扣。所以只剩一个方案。你退出，我接手公司，房子由你按评估价回购我的份额，如果逾期，就启动共同出售。那26万凭什么算我哥头上？我谈的，客户是我谈的，跟他有什么关系？你承认是你谈的了，很好，这句话我会加入补充记录。周明，你别说了，到头来，全都算到我身上。因为以前所有人闯祸，你都让我兜底，现在只是换你自己承担一次。你觉得我为什么走到今天？因为我错了。错在哪里？我不该让我爸妈住进来，不该给周明密码，不该拿公章贷款，不该让你一个人承担。这些你都知道，你不是现在才知道，你每一步都知道，你只是觉得我会忍。我以后不会了。你是想让我回来，还是想让我继续替你收拾残局？答案够了。林姐，我们以前是真的好过。我知道，所以我才等这么久。林总，宜光的负责人到了，请进会议室。林总，恭喜！这次终于是只跟你签了。谢谢信任。不是信任你一个人，是信任你建立规则的能力。林总，会议可以开始了。
林总，这次年度方案你亲自讲。我讲。林总，这标题会不会太硬？不会，这是我的风格。开始吧。这一次，她不是谁的女朋友，不是谁家的准儿媳，不是谁的兜底人，她是林记。她终于把自己从那套房子里拿回来了。